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说，拍《白鹿原》时一直很难权衡田小娥的风骚和风情，向秦海璐求助。秦海璐，田小娥的媚与生俱来的，是融入到骨子里的。李沁曾说，在拍《白鹿原》，因为和黑娃的很多戏份都是田小娥主动的，所以很害怕自己那股风情劲儿演得太过了。李沁说，其实一直很难权衡风骚与风情，怕过之又怕不及，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变得很不自信且忐忑不安。两难之时，他曾向饰演仙草的秦海璐求助，秦海璐却一语中的，其实很简单，田小娥的这种媚和女人味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自信，她才会一直仰着头，挺着胸，那是融入到骨子里的东西。得到秦海璐点拨后的李沁，一下子对田小娥有了新的体会。有一场戏，黑娃到秀才家当麦克遇到了田小娥，田小娥一眼相中黑娃健硕的身体，开始一场别有用心的试探。一次黑娃回来吃饭晚了，为了能跟黑娃合理的抱在一起，李沁特意设计了3番层层递进的场景。第一下是真的摔跤，第2下是有意试探，第3下就是故意抱在他身上。如此一来的设计，让田小娥和黑娃走到一起变得没有那么刻意而为之，一切更像是水到渠成的就扑上去了。事后谈到田小娥的主动，李沁一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不是想故意勾引黑娃，而是因为命运的无可奈何，他在那里生活的不够好。白鹿原刚播放的时候，很多人都诟病李沁版的田小娥过于良家妇女了一些，瘦小的身体和张雨绮版的田小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看过白鹿原原著的我，其实更加偏爱李沁版的田小娥。她风情万种，但其实也是良家出身，与其说是风情，不如理解为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自己姣好的面貌，也其实是内心深处自卑的保护色。相比于剧版的隐晦，原著里其实有更多刻画田小娥拼命反抗的情节，看似疯癫，实则也是情理之中。这既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著名学者范曾称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知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当代作家雷达说，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文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正是因为这样的魅力，1993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震动。一方面是对其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因为与田小娥这一角色相关的大量情爱描写。为此，在1997年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会一致认为此处需要做相应删减，陈忠实也不得不忍痛删减了将近5万字，也因此后来的修订版也一直都是删减版的。所幸持续了28年的这些争论，随着人们观念的开放，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陈老已于2016年与世长辞，好在他的93年未删减版还在。如今原汁原味的白鹿原重新出版，保留了男女隐秘之事的描写，让人面红耳赤的同时，更清楚地看透人性的美丑和生活的意义。如果想要更加全面解读白鹿原里的人物故事，建议还是阅读原著。陈忠实先生耗费5年写下的49万6千字，值得我们后人认真拜读。